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小吉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山西省忻州古城赶集。忻州古称秀容，位于山西省中北部，这里矿产资源丰富，地形地貌多元，这里历史悠久，文化丰富，自古便是胡汉交融的前沿地带。这里不仅有世界文化遗产佛教圣地五台山，还有家喻户晓的中华第一关雁门关，以及黄河进入山西第一站老牛湾。这里地处黄土高原，昼夜温差大，为各种杂粮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中国杂粮看山西，山西杂粮看忻州。作为中国杂粮之都的忻州，这里年产的杂粮约占山西的1/3，盛产小米、油麦、荞麦、高粱、玉米等。这些杂粮不仅营养丰富，且各有特色。来到山西，就是一场面食的盛宴。这里的面食不仅制作精巧，花样众多，而且很多都有令人惊叹的味道。忻州古城几乎成为了这些美食的聚集地。这里相较于其他城市的古城老街，小吃并不是千篇一律的臭豆腐或者火爆大鱿鱼，而是真正的当地特色。古城的多家商户都在门前贴着公示牌，写明自己的姓名和住址，承诺自己做的食品会用到哪些天然原材料。最朴实的誓言是：如果我做不到以上承诺，甘愿遭雷劈，或甘愿一辈子受穷。忻州古城是每周2和周6开集，随着春节已进入倒计时，大集上也有了很多关于春节的物资售卖。3000吗？还有爽呢？多少钱？5块一个？5块一对。这个他对着练呢，这娃娃对着练，你对着对着练，全你对着的吧？那鱼儿你对着了没得？鱼儿对着了。啊？鱼儿不用对。哪个？这个对不对？这个不用对，做手一个娃娃对的。啊。 21块钱。21就行了吧？ 据说灶王爷是玉皇大帝封的9天东厨司命灶辅君，负责掌管各家的除灶，因此被人们看作是一家生活的保护神。几乎家家都供有灶王爷神位，在每年的腊月23，灶王爷都要升天朝见玉皇大帝，汇报这家人的善恶行径。升天呀，灶王爷吃的就是这，每天顶升天呀，老人留下来了，每家每户都得买点。玉帝在据此确定这家人来年的吉凶祸福。 灶王爷对于一家人的命运至关重要，所以在灶王爷升天时都要祭灶和送灶，供上稀蛋蛋、稀麻糖等甜食为灶王爷饯行，好让灶王爷嘴甜甜的上天多言好事，下界时带回平安吉祥。
往火上跟咱过年都大门上插着。哦，北门上、南门上、家门上，往火这。它这个有什么寓意吗？我不知道，反正人们全插。哦。忻州有着过年用柏树枝点旺火的风俗。柏树枝除了用来烧旺火，还要取几枝挂在大门两边，借它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特点，期望家庭生活、事业四季常青。旺火是山西地区在春节和元宵节期间的民俗活动，象征着光明、温暖和繁荣，寓意旺气冲天。咱们过春节时候往火上那个家家弄啥弄那个办财嘛，发财的意思就是发财啊！哎，家家户户都要大门上弄一点还有这个雷往火上贴上，还有本身这个香味儿，烧了一个香味儿，偶一好。发财的意思。发财的意思。金条旺火是忻州这边每到过年的时候都要垒旺火，或者用金条做旺火。垒好的旺火会在农历新年初1点燃，寓意着时来运转。初二接财神的时候烧这个，寓意来年发大财。初1烧这个旺火，初2接财神。对。哎，这个小小是我400多，你们这都是400多，15一个15一个这个小的15一个，你这啥的啥的龙须草对。也这多这个可爱。贵一瓶这是不是带香和贵一。这个400多挺好用的。行，贵一瓶。这个这个不是楼呢，楼尾。这个楼的高草嘛，是那楼尾嘛，现在俺楼尾不是我这吗？哎，你不懂，这好不这楼尾？这个都没有开了花嘛，你开了花的那就俺你看咱这还不是我这？不是我那楼是了是了，也就是这个是。咋好这咱们是开了花的嘛，真的好这个没有开了花。楼呢不头不小楼呢不。这个没有开的话就成了坏了。我这开的话就不你这好像开的话说还把调整啊？大胖水毛毛的，不是好瞧。你看我领先我这10口子呢，正好没开。这早我弄好这个这早我开一个。这个是咱的树叶管子嘛？树叶管子。排开了？没有树叶管子。这个树叶管子比绳子早上耐，这个是它的日照冷缩。你对上了，对。这个肯定的。那也好。那也好。行了。你要对不对？这个变过了。哎呀，吃吧。哎呀，0天加点小泡节么的，这你是？这个的。吃完了都会俩给他吃，我一个他放那儿。俩给他弄一个的。一个他不给。够不够这2块？这俩给他有对的，就是对的。 5斤1俩得事，17块7毛钱。好的。25块2给25。
5块，批发价啊，这也是5块，这些都是5块，卖完就没来了，就这些了。这全是土豆粉，红薯粉也有了。哦，红薯粉哦，烩菜吃了，啊，烩菜吃，来条，就这些啊。呀，单位别难吃。对，你看单手出来，拿3个，小姑娘的酸。这个你们买回去怎么吃呢？凉黄呀啥的都能吃。20美元。排骨5块带的，锅切5块一捆的。都也差不多，都也差不多。裹住是怕冻着了吗？怕冻着了。哦。这个是你的，刚刚拿过来。啊，刚刚拿的是这个。西芹3块一筐，5块2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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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也是。来，你不要许了，你啥时候吃？这两个就吃嘛。啊，那就这样。哎，行。哎，这就挺好的嘛。他不干，咱小我不干，动不动了，动了也不干，小我不干动。便宜点嘛，花钱少钱后面。我让给验验去了，现的不是旧的。到了，行了，可得了，没到了。广州红薯，哇，是真的。微信收款10元。别人你给你在这都天天出来。这是3个好。哦，这是3个。34块钱。这本地商业。哎，东北挺漂亮。这咋过吃的吃多？看4毛钱了，姐。哦。4块钱一斤，本地商业。你这个山药买回去怎么吃的？小老皮。啊。切下片片里炒了，炒着吃。炒着吃啊。跟木耳。哦，跟木耳炒着吃哦。口口不怕，好吃的商业。你看铁棍商业咱们肯定，哎呦好吃，他吃不惯不好吃。哎。哦。吃不惯人家好小皮的。那是好小的皮呢。那就这个小的。多少钱？多少？多少钱13。13一斤。他吃了2个。几斤？它是10块多，那到那是9分的。你吃上个大枣吗？不用。你咱吃，我咱给他弄完了给你弄。又糊糊了，你一口尿不见糊糊，不小啊。太小了。这个倒好吃。微信收款20元，谢谢惠顾，欢迎下次光临。这啥一家？哦，这是最早。这多少钱？8块。8块。吃吧，吃上个。嗯。这个吃多是比较贵。
咱回来好多了，这个月没过来了。但是过留下来上箱子这儿，还是早就没来了，还真的是的。这个够上去呀！上去吗？再见。滚一个，不是这一半，前铺这一对半，对。咋卖的？8块。86转卖换一辆。换一辆。啊，换一辆。天那东西，天会往出不挂机会可得了。直接。这个吹口气的，这不是这个路。这一个是12的度，这出去的话是把回跟那回去。换衫的，不清换裤子，都觉得。工行收款13元。工行收款54元。刀削面可以说承载了山西人的灵魂，削面全凭刀削，面如柳叶，中厚边薄，棱锋分明。师傅用特制的刀片把面削进滚开的热水里，煮熟后浇上浓香四溢的浇头，有炸酱卤的，有西红柿鸡蛋的，还可以另外加卤豆腐、丸子等。这么一大碗10块钱，面条口感外滑内筋，软而不粘，在肉臊子的包裹下越吃越香，味道咸鲜，回味悠长，是许多人钟爱的美食。这个肉下面2碗2个鸡蛋，面茶。来，面好了。这5个面子5个分钟，我跟你说。屉煎与刀削面、拉面、刀拨面并称为山西4大面食。刀拨面与屉煎都采用了拨的技法，但工具各有不同。刀拨面是用特制刀具边切边拨，屉煎则是用筷子边挤边拨，再加上和面技术不同，最终成品的口感有着很大的不同。
山西面食的最大特点是种技法，因此同样的浇头可以适应不同面食。西红柿酱、肉臊子成为山西各种面食品种的万能浇头。要这辣椒不？有了啊，有了，谁也有了啊，不要吃的，不要这个颜色这个这个，咱倒是这个，有啥三个肉的？哦，那个粉料是什么？那个芝麻。芝麻哦。都要了啊？要辣椒不？要。片刻间，一大碗屉尖就端了上来，面两端细长，中间厚，软而有筋，美味可口。他们会早上会做早饭。面好了一碗。你也一碗？哦。一碗呢？喝过了吗？饸饹古称饸饹或饸捞，自古以来就有吸引远近顾客闻香下马、知味停车之说。一进这家面馆，就会被那个超级大的饸捞床吸引住。放入凹槽中用力压成的荞麦面条，煮熟后捞入调好的特制醋汤中，浇上肉臊子。酸汤是葱姜山西醋搭配香料熬煮好的，散发着撩人心弦的酸香，包裹在细长的荞麦面条上，口感清韧爽滑，清香酸香加上肉臊子的鲜香，让人回味无穷，简直了，一吃就停不下来。对。已支付收款20元。要肉臊还不要？因为高粱面发红，所以忻州人把高粱面称为红面。为增加面团的筋道，添加了榆树皮磨成的榆皮面。揉好的面团使用擦子将面团通过小孔挤出薄薄的面片，形成独特的蝌蚪状面条，又称红面擦蝌蚪。这什么面？高粱面。高粱面。从高粱面或者一点鱼皮面。鱼皮面啊。哦，还要掺葫芦。它往下把那个面就顶下去了。哦。已支付收款12元。这还有肉臊呢，稍等一下啊。那你家那6个不要着急拿6个啊。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
这种吃法，在宋代《岁时广记·东京梦华录》中已有描述，是山西久负盛名的传统面食之一。舀一勺子擦肩，看着团短的面放进嘴里，顺滑又很有劲道，入口稍加咀嚼，便如蝌蚪游入味海。碗内整个汤底都是醋酸味，咸香带酸，特别开胃。大肉片儿汤是大肉加上片儿汤，片儿是手擀面做的手工揪片，面片煮好后舀上一片大肉，2个丸子，灵魂是那一锅调制好的汤底。大肉片品质很好，一口下去肉香满溢，肥而不腻，丸子鲜香，就是家常的味道。好像过了要面条，这片汤就是片儿，不是条子。哦，对对对。哦，行了。春节还也开啊，春节也开，32、初1都开。都开，我们365天每天开。哦。没有不放假。哦。我们说大年初一可多人排上队吃。哦，大年初1人都。哦，大年初一有人吃面。嗯。香菜都要啊。啊，就这个肉汤。哦，这是肉汤。这就是肉汤。好了。好。吃的时候加一点陈醋，汤鲜肉香，面筋道，满足感油然而生，实在美味。刀拨面被称为山西4大面食之一，用的是特制的刀，刀的两端有柄，方便双手握刀，所以又称双把刀。师傅切面时速度极快，被誉为如万马奔腾，气势非凡，让人眼花缭乱。这里边我有个。
店家说过，油肉是按传统选用的猪肉。过油肉对于山西，就像锅包肉之于东北，小炒肉之于湖南。拨面的面叶呈4棱形，吃起来更加筋道。面条被炒到条条散离，条条入味，不干涩，不油腻，一口下去2、3分钟就会见底。只是再想想，都会疯狂分泌口水。来个面筋，我是剩的。你把过好是上关几个？上关。哪儿特色？你们大一呢？我吃这个了。山西忻州保德县偏关县河曲县。哦。胆豆面就是手工制作的豌豆面面条，豌豆面里还掺有面丹，也就是蒿子。它是一种野生植物的果实，有特殊的香味，遇水后具有粘性，会让豌豆面更加的爽滑筋道。胆好的面又薄又长，因此叫做长豆面。配置好的料汤，浇上肉卤，入口后独特的豌豆香气在口中蔓延，浓郁且醇厚，豆面柔滑，味感鲜美，有一种强烈的滞留性，是吃其他面条所无法感受到的新奇体验。它比较就是豌豆，碾成面，然后里边加了一种蒿子，蒿子的植物的种子，叫蒿子，我们本地叫面丹，啊，然后混合而成的。它这个低糖，关键是对这个血脂高、血糖高的人是最好的，而且容易消化。我们老家是孕妇生了孩子的妇女，1个月都是吃这个豆面，坐月子。这也就是地道的山西忻州的杂粮面其中之一。豌豆面，荞面、糕面、玉米面、油面，这都是杂粮。就山西这个杂粮比较多。对，杂粮之乡嘛。对，尤其是忻州号称杂粮之乡。对，因为这个面在山西来说，民间已经很少了。对，它做起来比较麻烦，工序太多，所以说，也就是古城里面有这个特色。但是现在去忻州其他地方可能就吃不上，很少，几乎没有。有也是那种已经掺杂着别的面混合而成的豆面，不是这是纯豆面。对。上点我们的灵魂老黑酱、麻麻花香菜，这是油炝葱。这就是一碗地道的老百姓的手擀豆面，老家的吃法。好。把面2块都擀开，真就是。
就揉光了就好了，就好干。忻州独具魅力的美食，当属民间风行的包皮面，又叫夹心面，2层白面中间加1层杂粮面，又叫金果蝇。高粱面是没有粘性是吧？哦，它有鱼皮面的嘛。哦，还有鱼皮面在里头。这高粱面里边有鱼皮面，加上鱼皮面。用来制作包皮面的有红高粱面、荞麦面、玉米面，又叫红面包皮、荞面包皮、玉面包皮，是一种韧性较强的面条。将和好的2种面团包在一起，轻轻压扁，再用擀面杖把这个包好的面饼擀成一张薄薄的面片，切成面条煮熟即可。煮好的夹心面既有小麦的细腻，又有杂粮的精实。焦卤是已经熬好的肉臊子和西红柿鸡蛋，刚出锅的面热气腾腾，红白相映，滑爽劲道，配上老陈醋，味道好极了。一大碗呼噜呼噜就下肚了。你儿媳了，我还是回去那干活去。要不咱再到这个地方那边啊？你要吗？这就可以一个。这是的高粱面。白面加的高粱面。香菜要了吧？一品一店啊。对。尝尝，我们先来4份，尝尝。别来4份，这个4份，你尝，你们要拿这3份，3份。那来3份吧。来3份，你尝一尝，好吃咱不好吃，你们都是我们这个东西好吃，是你们吃不这个，你们吃不上别的。挺好吃的。啊，好吃，我们这个都好吃。我们这地方好吃的可多了，你吃这吃那的。我们先来3份。拿这3份。这是吊坚果，高粱面坚果吗？这就好了是吗？那就好了。忻州非常适宜种高粱，常年的种植使忻州人和高粱结下了难解难分的情结。吊煎锅就是混合了高粱面的煎饼，
在老一辈人的心里是神一般的存在。舀一勺面糊在烧热的煎锅上，使面糊均匀摊开。出锅后的煎饼还需要搁在高粱干盖帘上晾凉，否则易粘成坨，因此得名吊煎锅。对呀，很有特色的，这个好吃。面吗？这是高粱面嘛？高粱面、鱼皮面。再浇一点白面就。切好的煎饼条，加入调好味的豆芽、黄瓜丝等，浇上料汁即可食用。煎饼劲道，面香浓郁，料汁开胃，比较清爽，酸咸味的料汁层次丰富，即使只是路过闻到，都会引得口水不可收拾。老人们以前咱们前了几十年，他就是吃这个，过年到了就吃这个的，就叫他个吊煎锅。哦，这算是哪个地方特色？就咱新州的吗？新州特色。哦。他别的地方听说有，他的面食不一样。哦。再来一份儿，好好吃，这个好吃。主要它别的地方没有。好几10公斤，300多公里。这个晾一晾就最好了，这是你吃着就顾不上晾了，晾的凉点就比这好。就凉一点更好吃。更凉。哦，好嘞。10块钱过去啊。油面条上，配菜。这个猪肉的加点辣椒啊。不要辣椒，辣椒辣不辣？不辣。那少加点啊。油面风味独特，是山西面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当地人把油面吃出了花。油面的制作灵活多变，可搓、推、擀、卷等颇多花样，也有蒸、炸、汆、烙、炒等数十个品种的加工方法。常见的就有窝窝、鱼玉、波面等，风味各有千秋。油面条条是油面加入热水烫好，和成面团，再擀成大面皮。吃的时候切条凉拌，加1筷子油面，包沾已调配好的汤料，类似米皮的吃法，但比米皮韧一些。入口很滑，有一种特殊的香味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蒸肉是源自定襄县的传统美食。据周语记载，周定王设宴，进乡公认乡里，以瑶蒸款待世会。以后民间沿袭此宴礼，经过不断改良，成为民间宴席必备的传统名菜。切成细条的猪肉与蒸熟的土豆、淀粉和当地特产胡麻油按比例混合拌匀，再加上盐和香辛料，上锅蒸熟即可食用。好的。啊，得不弄啊。给钱结钱，我都没烂回去，为什么多进来？啊，稍等一下。12元。就在这儿。丢这就好吗？啊。哦，挺得很。这货没有那个正的。最初付收款120元。反正我们不停的挣，直到晚上10点钟卖完一次，真哇塞！你弄啊！好。出锅后的蒸肉肉香扑鼻，与土豆的清香相互交融，绵软可口，肉质酥烂，入口即化，口感丰富，别具风味。行。行了，还是你把这。拿5个吧，拿5个。拿5碗。你吃点碗呢呀？还是不是包出来呢？刮出来吧，刮出来碗啊，怪沉的。对，沉。刮出来5个60。哎呀，好吃！是刚出锅的。对。最初付收款12元。嗯。3点多快。土豆粉有很大一个门面，一进门就是热气腾腾的锅灶，锅里滚着高汤，碗底放入葱花、香菜、花生米等等小料，浇上炖煮好的高汤，放入烫软的土豆粉和简单的配菜。要吃就吃呗。来份微辣的。土豆粉韧性十足，汤味咸鲜，
里面的花生米泡在汤里嘎嘣脆，很好吃。寒冷的冬天来上一碗热乎乎的土豆粉，太舒服了。不辣的，你来端碗，这碗是不辣的。别动手啊，随便动满了啊。这个不辣的。这两个都不辣，你一个一个端，别端那么多。每份还是固定量的。这是你的。那是他的。他那就喊你听到不一收了，就给他收点。由高音语由此而高谐音，有步步高升之意，所以在新州地区，逢年过节、升学考试、过寿满月、婚宴酒席上都要吃黄米面油炸糕。黄米面是由黍子制成的黄米，蒸熟后揉成面团，擀成面饼，加入豆沙和枣泥，切成片，油炸而成。趁热吃，外皮酥脆，内里软糯香甜，有点类似于年糕，但没有那么粘牙，绵中带有筋道。糖油混合物伴着浓郁枣香，给人以香糯甜美的极致味觉体验，顿时超级满足。现包现炸的饺子，第一口就被惊艳到了，整个搭配很奇妙，外皮炸得香脆，内馅是南方酸菜和土豆，很饱满，中和了油腻的外皮，酸菜香，酸味却很少。开胃不呛人，土豆口感绵绵的、沙沙的，每次回想都会令人垂涎欲滴。6元。是酸菜和土豆。酸菜土豆。这算什么地方特产？哎呀，不知道了，俺们陕西新。我想分以后的是白天嘛。我就是问你，是。预支付收款10元。哈哈。
糊的厚厚的。好吃。好嘞。摊开像个太阳，叠起半个月亮。说来是粗粮，吃起格外香。这个谜语说的是摊黄儿，又叫折饼，是黄土高原的一种传统面饼，有玉米面的、小米面的、高粱面的。所谓摊黄，就是将黄酒和谷米面混合发酵，再用小勺子将面糊均匀地摊在特制的铁鏊子上，用火烤熟，形成中间薄周边厚、软香可口的谷米食品。现烙现吃，外焦里嫩，微微有点弹牙，吃起来松软，是粗粮中的美味。10点下飞机。那，我就带了1个小时。嗯。我明儿下雨就给你下。我准备再买上2条狗。古城的石头饼是夹馅儿的，是将面团擀成薄片后放在烧热的石子上烙制而成，可能忙不过来了。石头饼只有豆沙馅儿和红糖馅儿，坑坑洼洼的外皮被烙得酥香，咬一口就吃到了香甜的红豆，甜味刚刚好，红豆一颗一颗的在口中化开，豆香和面香混合在一起，非常好吃。3个红糖，它这个漂亮点，我跟别人抢的，我刚才已经买下来。买这火小的啊，火小的啊，我这一看见好看的。
这是啥？好。一窝丝是一种精细的面食，又叫盘丝饼或金丝饼，是宁武县的特色小吃，曾经是高级宴席的甜点。用温开水加糖和面后，拉成均匀的面丝，蘸足胡麻油烘烤成饼。烘烤后的一窝丝纤细蓬松，每根丝之间绝不会粘连，远看如同肉松一般，外层口感酥脆，内瓤香糯。据说存放1-2个月，色味软硬都不会变。这算哪个地方的特色呢？就当地的。当地的哦。山西能把面食做成各种花样，而且味道各有不同。店家说，黄馍馍是玉米面与南瓜制作的，里面有豆沙馅，整体口感松软，带着谷物的清香，不是很甜。来2个黑的。店里还有一种别有风味的黑馍馍，外表独特，更具吸引力，是黑米和各种粗杂粮混合的天然味道。碱水恰到好处地中和了面团发酵时的酸，吃起来绵密又扎实。喜欢碱水面包的朋友可以尝尝。小朋友，你是怎么拿？是3黄2黑是吧？3个黄，然后呢？已支付收款5元。1个、2个、3个，对，这2个小的，太可爱了。我来拎着呀。
样的。王在上面。这每天都是现蒸的土豆。对。你弄多少盘这个土豆？也就2、3袋吧。2、3袋。是啊。这个土豆有什么讲究？就是这必须得有讲究嘛。这土豆我们这土豆呀，又不是我们本地的。哦。这都是从甘肃弄回来的土豆。哦。就是要那沙面的口感。对。本地的土豆它做不了这个的。哦。本地土豆就做那个洋芋擦是吧？不，它就是那个啥，它就是只能是吃菜。哦。做菜用，它做不了这个。每天人家这是沙土豆嘛，我们那本地的都是水土豆。哦，水分大的不行，它就。这一会儿还得倒吗？倒啊。你倒还不是趁热倒？凉了倒了嘛，一会儿这开冷风机就全吹凉了，凉了才进倒呢，热的机器里面搅也搅不出来搅，一弄就糊上了全，搅也搅不出来。啊。我说了，我还说的热乎，我不那啥。热就不行，凉了才能进到呢。你吃到那口感里面，你要热的就是土豆糊。哦。所以每行都有讲究。对，它有讲究的，不是说我们说，咱随随便便拿个土豆咱就能做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对，啥也有讲究。每天要弄这么多土豆啊！这也，到下午的时候还得蒸，这都不够卖的。千锤万击成佳肴，酸辣咸香生美味，美味中式土豆泥倒拿糕。据说是黄土高原一带的吃法，听名字你怎么也不能跟土豆联想起来。土豆先蒸后去皮，放石头槽里用木锤捣烂。捣是为了在击打中激发土豆泥的筋性，动作就跟捣年糕一样。吃的时候浇上店家特制的料汁，以及黄瓜丝、水萝卜丝、芝麻碎、花生碎。酸辣爽口的汤汁，丰富的配菜，味道相当丰富浓郁。土豆泥超级软糯，特别有弹性，软软的不粘牙，和着料汁在口腔中缠绵交融，美不胜收。据说山西之美食莫若晋中，晋中之佳肴莫若寿阳。寿阳县逢集赶庙会，3步一摊，5步一点，全是卖各式各样肉夹饼的。先把杯这儿收拾了。等一下，你，哎，这还有个皮的首先，找这个。卤好的猪头肉压成瓷实的肉砖，再片成薄片，满满当当地塞进热乎乎的小饼里。支付收款6元。饼皮看着轻薄，但有劲道的口感，看着平平无奇的一烤，实则很惊艳。面香与肉香相得益彰，
肥而不腻，层次丰富，越吃越香。据说新州地区胡汉混居，至今仍保持着大碗吃肉的习惯，羊杂碎就是其中一种吃法。但齐村当地人吃的是猪杂碎，杂碎以猪骨头卤汤，原料有肥肠、肝、肺等。当从炉火中捞取出来的汤，香气弥漫，肉质弹牙，内脏的气味不是很重，吃起来满口浓香。100克，最后小装。一进门就可以闻到扑鼻的锅气，猛火爆炒，配菜有洋葱、圆白菜和豆芽，炒的洋葱特别提味，圆白菜和豆芽增加口感。老板非常麻利，饼丝炒得油润不干，加了醋之后咸酸交融，吃了就放不下筷子。也许很多人觉得锅贴和水煎包煎饺很像，其实它们的区别很大。伴随着滋啦滋啦响声，油香四溢，锅贴很快被煎得金黄酥脆。夹起油润的锅贴，蘸点醋，一口一个，外焦里嫩，分外过瘾。馅儿不是特别大，馅儿的调味咸中带甜。一块不能有。